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人一定要多加重视，因为在越往后的年龄当中你会发现脾胃所扮演的角色就越加重要。因为古人也说过，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分为两层去理解。咱们脾胃不好也可以分为两层去看待，一个是浅层，一个是深层。什么叫做浅层呢？脾胃不好，浅层来看就是会经常出现折腾。比如说酸一觉睡醒了以后这个地方就酸特别的多。一个呢就是反，总是感觉有一种往上打嗝不断的打嗝这样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胀，吃进去的东西以后这里面没有办法把它足够的把它容纳到，你就会感觉里面不断的胀气，因为里面消化并不很好。所以呢，在浅层它就会表现出折腾你这样一种感觉，也是非常闹腾人的。那么如果你往深层去看，脾胃不好就更加让人担忧了，因为深层来看的话，它是影响到一个非常长远的。什么叫做深层？其实往长远的来讲的话，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我靠着我们的脾宝宝、胃宝宝，它要把它转化为能量。如果你吃进去的东西在这里面折腾一圈又出来了，那么出来的你明显的能看到它成不了形，那这个时候它就转化不了为能量。你要知道，脾胃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所有的能量都要经过这里的转化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如果你的身体当中得不到这些能量的补给，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弱，各种各样的小麻烦就会不断的去盯上你，找到你。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说脾胃好，比如说年龄越大的人，他脾胃好的话，他能吃又能喝，身体自然就会强壮起来。而且身体一强壮，你会发现免的一个什么力就会逐渐的往上升，对于一些外界不好的东西，它就有一个自我的抵抗能力。那么如果你的脾胃不好，你就会发现免的力会逐渐的下降，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会逐渐的下降，因此就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脾胃乃后天之本也是这么来的。我们无论是浅层还是深层，只要你能够足够的重视，在现在开始做起，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么脾胃怎么把它变得强壮呢？其实非常简单。南怀瑾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分享给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们，用完以后都竖大拇指。而且这个方法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能去做。是什么方法呢？我们家里面就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颗，再加上桂圆肉1颗，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当中，把它捣碎了，研磨碎了，然后加入适当的蜂蜜，一定要记得这个蜂蜜一点一点的加，不要加多了，加多了以后会变稀它成不了形，加少了呢它会成块，所以我们加一点，搅拌一下，把它最终搓成一个一个的小丸子。这个小丸子它能量非常大。你要知道，这个艾绒它要至阳之草，它可以通过我们肚脐当中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把一些寒的湿的给它赶跑，然后加上花椒窜走能力强，再加上一个这个桂圆肉它可以很好的养我们的一个脾胃。所以这3样进入到我们的肚脐当中，每天晚上把它放在这儿，然后把它封盖好，里面所产生的这个精华的气体就会被你们的小触手抓进去。你要知道在以前我们这个位置叫神阙，这里有一个小袋子，就是专门有这个能量是从这里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所以这个位置它也被称之为一个叫会呼吸的口。我们就把这3样每天晚上放在这儿，白天把它撕掉，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脾胃逐渐都强壮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有一个非常传统并且经典的动作叫做仙人正腹。紧接着这个仙人正腹后面一句话叫做打出一肚子坏水。这句话呢是道长亲口告诉我的，动作也是他教给我的。他还告诉我了一个口诀，就是一个字叫晨。什么叫做晨呢？就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晨起的时候练。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早上我们刚起来的时候身体里面是刚刚苏醒，那么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当中会产生很多的代谢物。那我们会发现早上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那个颜色会非常的深，对吧？那为什么会那么深呢？它其实都是一些代谢的产物。那么如果
果说我们用了这个仙人正负以后啊，这个颜色还会更加的深。它的用处啊，就是让我们肚子里面这些坏水、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啊，给排出体外。所以也就顾名思义了，当我们身体里面啊被净化了以后啊，东西都出去了，那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个动作啊，它是早晨练的，而且啊非常的好，我自己也试了啊，感觉非常不错，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这个腿啊一定要分开，腿分开以后呢，这个臀部啊要夹紧，你去摸臀部硬邦邦的啊。那么2个要点掌握好以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手呢呈空心状拍我们的肚子，是呈一个三角形往上看到没有？它是从下窄到哪呢？上宽啊，到宽就到2侧了，然后呢带到中间推下去啊，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动作。同时你要配合呼吸的，这个动作不配合呼吸的话，它的效果啊是大打折扣。怎么呼吸呢？吐气的时候收腹，收腹的时候肚子是紧邦邦的啊，你要去摸，在肚子紧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拍打。如果肚子缩的话，你拍打起来会很胀不舒服。肚子收紧了以后去拍打的话，还能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腹肌啊。我们来试一下哈，吐气，肚子收紧，然后吸气。吐，吸，吐，吸，吐，吸，吐，吸。好，这个动作做习惯了以后啊，一般来说我们做一轮啊。就是这一下算1轮，我们做一个5到6轮左右啊，身上就会出汗了。出完汗以后，你去上厕所，你会发现啊，这个颜色就变得更深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一般是早上起来做一做啊。对于身体当中啊，如果平常感觉体虚的朋友啊、体弱的朋友，都可以去练习这个动作，可以生发我们的一个气，同时呢，对于我们整个气血的一个循环啊，包括还有对于我们一个身体当中的一个刺激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动作的要点。如果要点没有掌握好的话，盲目去做的话，可能带来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啊。所以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观看并且呢对我的视频点个赞，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一类人群啊，非常的瘦啊，这种瘦呢，它和普通的这种精瘦啊还不一样啊，就是一种病态的瘦。是怎么样一种形容呢？就是说他这个身体啊经常无力，面色看起来啊没有什么血色啊，嘴唇呢还有一些微微的发白，或者说啊他吃什么东西啊他没有办法吸收啊，吃一点东西啊这个肠胃就消化不了，然后就要去上厕所啊，然后这个大便也不成形。这种瘦弱啊，其实是非常困扰人的啊，这种瘦弱是不太好的。大家看我也比较瘦，但是呢，我感觉我首先精神状态比较好啊，然后呢，第二个睡眠也还可以，然后每天呢身上的力气呢感觉也非常的够用，所以我感觉我这种瘦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瘦啊，不需要去太多干预的。那如果说你感觉你的这个瘦啊已经变成了瘦弱，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那对于这样的人群啊，我给他们几点建议。那第一个建议呢，就是经常性的去运动啊。运动是让你身体变得强壮的一个唯一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方法呢，一定要去这个循序渐进啊，你不要上来就搞一些大运动，搞个2次就不做了，那这样就没效果了。那么一定要坚持的去运动啊。而且呢，你这个运动还不能去做这种有氧运动。什么叫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们跑步啊、竞走啊、慢走啊，都是有氧运动。那这种瘦弱的人呢，他就要去做一些力量型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规划，俯卧撑比如说10个到20个一组，我们每天做一个6组啊，然后呢，这个深蹲啊，这种大肌肉群的练习，我们30个一组，我们每天做个5到6组啊，你就练一天休一天，练一天休一天啊，就做这2个动作，一个练上半身，一个练腿部啊，把这2个动作练一练，你慢慢的，你这个气血啊、精气啊上来了，这个肾气足了啊，身体啊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除了运动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吃啊。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瘦弱的人啊，他这个吃啊，其实他这个消化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我们讲的脾胃比较弱，那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吃的东西啊不要过多啊，我们不管是胖瘦啊，都强调不要去暴饮暴食啊，就是你这个胃啊，比如说就这么大，那我们就吃这个胃的60%。别人一天吃3餐，我教你一个小技巧，你去超市里面去买那个全麦的面包啊，你就把这个全麦的面包装在自己的包里面，或者车子上面，或者办公室都可以随身携带啊。你早上8点钟吃顿早饭，10点钟你就吃一个那个小面包做一个加餐，然后呢中午吃一个中饭啊，不用吃太饱啊，记住不用吃太饱，然后呢下午再吃一个加餐。晚上也可以再吃个加餐，所有的这个加餐都要保证吃完以后啊，你这个肠胃啊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说你今天去吃啊，吃完以后就去拉肚子，那这个就不行，知道吧？但大多数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要保证我们这个胃啊持续性的有消化，然后呢，我们身体啊这个糖原啊持续性的这个摄入，我们体重啊慢慢就会往上去涨。然后还有第3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小方法去调整咱们的一个脾胃，怎么去做呢？我之前视频给大家讲过，就是这个摩拳擦掌啊，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2个手啊就变成拳头啊，用我们这个拳头之间啊进行一个摩擦，每天啊这样磨一磨啊。这个在刺激的时候呢，可以去增加我们的一个脾胃啊，帮我们强化脾胃。然后呢，这边小拇指这一侧啊，我们也要去啊，给大家去磨一磨啊。每天没事你就搓一搓手啊，2个手背就搓一搓，没事就搓一搓，这个也不费事，非常的简单。那么在做的时候啊，就可以帮助你啊，这个调节你的一个脾胃啊。把这3个方法掌握以后，然后就开始叫什么养，哎，就是你不能去急。你说这个体重，比如原来120斤，你想啪涨到150、150、160，那不太现实，对不对？那你就是慢慢的去调，慢慢的去养，慢慢的，你只要是这个人啊，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啊，做事有劲了，讲话有力气了，干活有力气了，这个精力啊旺盛了，睡眠睡得香了，那你的体重上去，哪怕个5斤到10斤，你都是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就不用过分的去追求。那么如果再追求的话，那你就可能上升到健身的这个层次了啊，去练一些肌肉啊。所以说，你只要在健康的这个范畴之内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去过度追求这种肥胖啊！你这个体重增加和肥胖它是2种概念啊。肥胖的话就有害健康了，那体重增加呢，它其实是有一件好事，证明你的这个机理啊运化正常，气血啊行得通，你体重才会长，对吧？所以这2个理念啊，咱们把它分清楚，然后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把自己的身体啊慢慢的调一调，养一养，体重上来了，脾胃好了，那身体健康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分享这些啊，希望能给瘦弱的人群能带来帮助啊，大家按照我的方法去坚持去做，身体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些改善。好，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不懂的下方留言，点赞、评论、加关注啊，这个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前2天有个粉丝私信我就是讲他的胃总是不舒服。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他就是感觉胃里面只是有一些隐隐作痛也没怎么在意。时间长了以后包括现在天气也冷了，就发现这个胃里面有一股气在到处乱窜，最后他窜不出来，这个气慢慢就从嘴巴里面跑出来了，就形成了动不动吃点东西就干呕，要不然呢就是会有打嗝、嗳气，而且时不时发现嘴巴里面有一股酸腐的味道就是非常的难受。他问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其实我们讲到胃就讲到中老年人，其实中老年人更应该好好的养胃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去吃一些过于辛辣的食物因为这个胃呢，它其实一定要是去养。我们古人讲的话一点没错就是这个胃这个一定要养，要养胃嘛。如果胃不养的话它这个就会很难受。那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梳理我们的胃气，让我们的胃变得更好去养好我们的胃。什么动作呢？就是让我们的手去贴近我们的脐上3寸左右的位置一只手贴上去，另一只手呢呈锤状用我们的这个拳心对准我们的后背这个姿势。为什么要成这个状态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拳头要往上发力，把我们的这个手反弓过来，你看这个手反弓过来往上去顶手贴进去，那个手在上面然后我们整个人身体坐直，这个手呢是往回发力，这个手是往上发力，记住发力方向不要搞错然后我们这个动作配合呼吸，用呼吸去调理我们的胃气怎么做来吸气，吸气的时候双手不发力的然后吐气，
在吐气的时候，这个手就要往内，这个手要往上啊。你看，吐气，去顶住我们的胃往上走啊，顶住我们的膈肌，把这个气啊吐出去。好，再来吸气。好，这个时候不发力，吐气。好，再来吸气，吐气。大家注意看我的手啊，吸气放松，吐气。啊，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向内向上的一个力去把我们的胃往上去推然后呢去刺激到我们的一个胃部，让它能更好的进行一个蠕动消化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调节胃气的方法。如果你感觉你的胃气不足或者胃气不舒的话咱们做这个动作每天你去做个12下到20下，用呼吸去调节。那么慢慢去做以后这个胃慢慢就好起来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方法，希望大家能记住，也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坚持去做你就会慢慢的收到惊喜。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不懂的视频下方留言，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大家做一套疏肝健脾操这套操对咱们肝不好、脾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如果你有口苦、口臭面色不好看，肠胃消化不太好，那么就跟着大伟一起来做起来。这套操见效特别快。那首先怎么做呢？咱们要单手放在咱们的腰间放在腰间，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位置这里呢是咱们的一个章门穴就手心覆盖的位置，正好是咱们章门穴的一个位置。那章门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咱们疏肝健脾放在这里以后呢，咱们要去往前去推，顺着脾经行进的路线再往下走。它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呢？就像我们在画一个七字形一样数字的那个七我们就这样推过来。往下就这样做个200下，来，大伟演示一下给大家看手贴在这里，然后往前推，往下走再回来看，往前推，往下走，非常的简单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手要压下去。如果说你的手上没有什么力气那我们可以2只手一起做，就像这样2只手交叉往下去压住，然后往下去推是这样做的。所以说做起来你可能感觉大伟像在画一个圆圈一样，其实不是，咱们只是走了一个行进的路线，既刺激了咱们的章门穴，又把咱们的脾经给通顺了咱们就这样做200下。好，这是侧面演示一下给大家看。好，做完一侧呢，咱们再做另一侧如果你这个肠胃不太好，对吧？平常有一些便秘，那么咱们做完以后其实对于可能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人他这个身体上面就开始有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响，或者做完就要去上厕所了，这都是正常的现象证明它是一个代表做的有用有效果咱们就这样做200下，速度不用很快不用很快的这样去揉，咱们就力量渗入进去，慢慢的推就可以了，中等的速度。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咱们左边做200下，右边做200下，每天都做一次慢慢的咱们肝经和脾经就会越来越通畅，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健康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用的养生小知识，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讲一期关于瘦人变胖的这么一期话题那很多人他是因为太胖胖了以后呢减肥减不下来，很苦恼，也有一部分人他就非常的瘦。那这个瘦呢，就是感觉营养不良这个很柔弱风一刮就走，非常的瘦，吃什么也长不胖真的是非常苦恼。可能会这种体质会令人羡慕，但是苦恼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更多的所以他们想通过各种方法，通过大吃大喝各个方面想让自己变胖，结果他吃可能没变胖，肚子变大了身上还是那么瘦。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可以去均匀的变胖。咱们先讲一下这个方法针对于什么人群首先第一个它必须是身体上面有一些问题的比方说他这个不但瘦，他还很虚弱他还没有精神这一类第二种呢，就是吃饭肠胃消化不好，它是因为消化上面，比如说经常拉肚子肠胃不好导致了这种瘦第三种呢，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了瘦
啊，所以这3种人群啊更适合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瘦，但是你没有任何的不健康，相反你每天精神都很好，那这期视频就对于你来讲的话帮助不大。那你问我怎么去怎么样去增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健身房去增肌啊，然后买一些增肌粉去一边吃一边练，科学的健身，那很快就长胖了。那我们讲今天这个方法呢是怎么去做呢？首先啊，在这里啊先给大家讲一个这个穴位。那这个穴位呢，首先咱们要调脾啊，瘦的人啊。它这个脾胃啊，一般来说它是比较虚弱的，所以我们一般是以补脾的方法去帮助他们去运化咱们的一个脾胃的状态，让脾胃变得更加强健啊。吃的东西啊，它能转化成一些热量，能让自己身体吸收。那这个调脾的方法呢，首先第一个啊，咱们来讲一下这个手法，手法就非常简单了。这里啊，我们大拇指的外侧啊。我们之前讲过啊，这个大拇指代表脾，对吧？我们把大拇指的这个外侧啊，给大家看，像我这样啊，相互的啊对在一起，然后来回的摩擦。其实正常的手法是怎么做呢？正常手法就是这样推啊，推拉，它是一个平补平泻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呢，我们就这样推。但是呢，咱们今天改过版以后呢，怎么做呢？咱们就这样摩擦啊，它一样的效果。看大家看一下这手法啊。对在一起以后啊，然后来回的去进行一个摩擦两侧。那这样在摩擦的过程当中，你看我就拉过来，哎，这边刺激到了，我再推回去，这边也刺激到了，所以一来一回，哎，这个方法就刺激到位了。那么咱们就这样做多久呢？每天做个300下左右。但是做的时候注意了，如果你做的时候感觉皮下就是搓得太快发烫，一定要停止，不然容易损伤咱们的皮肤，会塌皮啊。因为这边的皮肤还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可以上一点油或者上一点粉，然后来回的搓。搓的话就是轻轻的搓，但是力道要把它顶进去，来回的搓啊，手法刺激要强。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就叫做足三里啊。足三里就非常好找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外膝眼下方四横指。大概这个位置，咱们推不一定刺激这个穴位，咱们把这条边都给刺激了，咱们没事就是按了，你看我这4个手指按的，揉一揉在揉的时候它可以去刺激咱们的，因为它是属于胃经嘛，刺激咱们的一个脾胃帮助咱们的消化。这2个穴位大家经常去做，那就可以很好的去针对咱们的消化这块不好的人去变胖。那还有一种人群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精神压力过大。精神压力过大导致了他这个消瘦，那这个就是从根源上面解决。精神压力过大，那咱们就是说情志上面可以去练一些呼吸的一些方法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比如说20分钟到30分钟的一个慢走或者竞走慢慢的通过呼吸去把精神上的压力给释放。那么这种人呢，他同时也要配合穴位穴位进行刺激，那么他也可以很好的去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然后从而变胖。最后一个咱们来讲一下这个饮食。饮食上面的话还是主推咱们可以经常吃一些这种面条或者吃一些这种稀饭它这种热量比较高，也比较容易吸收的这种饮食它是非常容易促进咱们身体长胖堆积一些脂肪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每天可以做一些。就男性做一些俯卧撑，做一些深蹲，或者进行20分钟左右的一个慢走这样可以加速虽然说它会消耗一部分热量，但是它会加速我们身体对热量的一个需求度这样的话，我们身体需要热量，你又能足够的给它补足这个热量，我们自然而然身体好了就会变好变胖。那么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两个地方一个是搓手，一个是这个穴位最后配合一些走路再把它搭配起来，就可以很好的变胖。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视频里面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大家。好，谢谢大家。